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可以说是越来越分不开了。是啊，就是人工智慧 AI。没错，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每天听到哇 ，AI 又有什么惊人的进展？哪个模型又变多强了？但到底有多少是真材实料？又有多少可能是有点吹捧过头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我们看了一些关于 AI 透明度的资料，发现有个蛮有意思的进展，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哦，是什么样的进展？就是第一个主要的大型语言模型叫做 DeepSeek R1，它是来自中国杭州的一家公司。DeepSeek 有听过。它最近通过了学术界的同侪审查，而且研究成果还发表在那个顶尖期刊 Nature 上面。哇，发表在 Nature 上，那很不简单耶。对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一起来拆解这件事，就是说，为什么这种好像很学术圈的内部流程，这个同侪审查，对整个 AI 产业，甚至对你我这样的用户会这么重要？这个同侪审查，搞不好就是能戳破 AI 界某些国王新衣的那根针，你觉得呢？哈哈哈，这个比喻蛮有趣的哦，是有可能哦。好，那我们就来深入看一下。现在大型语言模型 LLM 真的是满天飞，对，非常多。改变我们工作、学习甚至娱乐的方式。但有个情况，我觉得很有趣，就是绝大多数的模型其实都没有经过独立的学术界同侪来仔细看过。这确实是个普遍现象。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啊？这当然是个问题。你想想看，如果缺乏这种独立的验证，那个风险其实不小。风险？哪方面的风险？就是说，如果开发者自己说自己的模型最棒，对不对？然后他只挑那种看起来成绩最好的基准评测 benchmarks 来给大家看。只报喜不报忧嘛。对，就像学生只考自己拿手的科目，分数当然好看啊，但这不代表他样样精通，是不是？了解。那更严重一点，还可能出现所谓的资料污染。资料污染听起来不太妙。就是有些开发者可能不小心，但也可能是有意的，在训练模型的资料里面就偷偷放了评测会用到的题目跟答案。这样也行？那模型看起来就很聪明啊，分数很高，但它其实只是在背答案，它不是真的学会了那个能力，比如说推理能力或解决问题的能力。哇，那这样评测根本就不准了吗？一点都没错。所以这种时候，独立的同侪审查就变得很关键，由那些跟开发公司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外部专家来看，就像请了公正的裁判一样。对，他们就能帮助我们稍微区分一下，哪些是真正的技术突破，哪些可能只是过度美化的宣传。好，那这样听起来同侪审查确实很重要。那我们就来看看这次的主角 DeepSeek 公司的 R1 模型。这家公司在杭州。R1 有个特点，它是一个开放权重模型 （Open Weight Model）。这个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吗？好，简单来说，开放权重的意思是，虽然模型的原始训练资料或是完整的程式码不一定全部公开，但是模型的权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模型学到的知识或参数，这些是开放的。开放给谁？给所有人，研究人员或是任何有兴趣的公众，都可以去下载、使用、测试这个模型，甚至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做2次开发。所以跟那种只能透过特定界面，像是 API 去用的封闭模型很不一样。对，完全不同。资料里也提到，连美国政府都觉得这种开放模型对学术研究很有价值，因为大家都可以去检验它。而且 R1 好像真的很受欢迎啊！听说它在那个 AI 社群平台 Hugging Face 上面发布之后Hugging Face 我知道，在解决复杂问题这个领域，它好像已经是下载量最高的模型之一了。哇，那表示社群对它的兴趣很高。但它真正的突破点或者说里程碑，就是成为第一个经过学术同侪审查，然后在 Nature 这种顶级期刊上发表详细研究的主要大型语言模型方法。听起来很专业。Reinforcement learning。对，但概念上好像有点像让模型自己不断去试误，做对了就给奖励，做错了就修正。没错，透过这种方式，
让模型自己学会怎么像人一样去思考、去验证答案，而不是死板的照着指令做。蛮聪明的设计。是的，而且这个发表过程啊，跟很多公司自己发布那种技术报告或者模型卡有本质上的不同。怎么说呢？你看哦，那些技术报告通常是单向的，开发者告诉你他们想让你知道的资讯，内容多寡深浅，也都不一定。厂商自己说自己好。但同侪审查，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以 R1 这个例子来说，有8位外部专家参与审查8位还不少。对，然后在期刊编辑，就是那个独立第三方的协调下，这些专家可以提出质疑。他们可以要求更多数据，或者要求把一些讲得模模糊糊的地方说清楚。这样一来一回的。没错，这不是走过场而已。这种来回提问、要求拿出证据的过程，通常能够很明显地提升研究本身的严谨度跟清晰度。也就是说，开发者不能随便说，得拿出真凭实据来。正是这个意思。这对于建立大家对这个研究的信任非常有帮助。所以，这个审查过程对 R1 的论文本身真的有带来改变吗？还是说，其实只是形式上盖个章？不，绝对不是只是盖章。再次同侪审查对 R1 的论文带来了实质性的，而且是重要的修改。比如说，这恰恰证明了它的价值。举例来说，审查者就针对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资料污染问题，就是模型偷看答案那个。对，他们就提出质疑啦。你怎么确定你的模型在训练的时候没有看过评测的题目？这个问题很尖锐。是啊，那为了回应这个质疑， DeepSeek 他们不只详细说明了他们怎么尽力去避免资料污染，他们还额外补充了测试结果。是用什么测的呢？是用那些模型发布之后才出现的新的基准评测去测的。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因为模型不可能预先知道这些新题目嘛。完全正确，这就证明了模型的好成绩不是靠作弊来的。了解。那还有其他的修改吗？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补充是关于安全性的部分。AI 安全性，这个大家很关心。对，最初的论文里关于模型安全性的资讯其实蛮少的。审查者就指出了这一点，并且追问。他们问了一些什么？比如说 AI 的安全性其实范围很广嘛，包括怎么减少模型输出内容中可能存在的偏见。像是性别或种族偏见。对，还有怎么防止模型被拿去做坏事，像是生成有害内容或者协助网络攻击。还有一个特别针对 R1 这种开放权重模型的，如果有人想利用它来建立一个不安全的模型，到底容不容易？哇，这些问题都非常实际，而且很重要。那 DeepSeek 怎么回应的？他们就在最终发表的论文里面增加了一个专门的章节来详细说明安全性。内容大概有哪些？里面就包含了他们怎么评估 R1 的安全性，然后跟其他的竞争模型比较起来怎么样。有做比较。对，还有也评估了基于 R1 去建立不安全模型的难度，这样就让外界对于 R1 可能存在的风险能有更清楚的了解。这边很重要啊。当然啦，关于开放模型跟封闭模型哪个比较安全，这个一直有争论。有人说开放才能让大家找漏洞，有人说开放容易被滥用。没错，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但至少透过同侪审查这个过程，这些重要的安全性讨论被正式的纳入了研究报告里面。听起来这个审查过程确实让整个研究变得更扎实、更可信了。不是开发者自己说了算，而是要拿出证据，回应专家的质疑。正是如此，这也显示了整个 AI 领域可能正在慢慢酝酿一股追求更透明度的趋势。有其他迹象吗？我们看到不只是 DeepSeek， 其他的 AI 巨头像是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这2家很有名。他们也在做一些尝试，比如说互相测试对方的模型，找出彼此可能没注意到的问题，这叫做红队演练 Red Teaming， 蛮有趣的，互相找茬。还有像总部在巴黎的 Mistral AI， 他们也找了外部的顾问来帮他们做模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这些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没错，这些都是提高透明度的好尝试。
显示业界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说，目前这些尝试大部分还是缺乏学术同侪审查那种程度的独立性跟严谨性。意思是说，可能还是有点自己人审自己人的感觉。或许不能完全这么说，但独立性确实不如学术审查。同侪审查虽然也有它的限制，比如说审查者的时间可能有限，或者不一定能完全复制所有的实验。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但它毕竟是经过很长时间验证的一个机制，目前仍然被认为是验证研究可靠性的一个黄金标准。我了解了。不过我也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很多公司像 Google、OpenAI， 他们投入了天价的资金去研发这些模型，对吧？是的，成本非常高。那他们会不会担心，如果把研究的细节拿去做同侪审查，那不就等于是把自己的商业机密都告诉全世界了吗？这听起来是个很合理的顾虑。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考量，很多公司会有这个顾虑。但有趣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显示，这件事不一定是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怎么说？比如说像 Google 他们那个医疗专用的大型语言模型 MedPalm，它其实是一个专有模型，就是不开放权重的那种。但是它也成功通过了同侪审查，研究也发表在 Nature 上了。所以专有模型也可以送审。对，这就证明了同侪审查它不等于要求你交出所有的核心机密，或是你的 know-how。那它的核心要求是什么？它的核心要求是你对你的模型做出了某些宣称，比如说它能力有多强多安全。那么你就必须提供足够的可验证的证据来支持这些宣称，并且愿意接受独立专家的检视和提问。重点在于用证据说话，而不是要你公开所有的秘方。这样听起来就合理多了，是要求你为你的说法负责。正是这个意思。好，那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你作为一个关心科技发展的人，需要去留意 AI 模型到底有没有经过同侪审查这件事？这个跟我关系可大了，我觉得至少有3点。第一点，这关乎信任。我们未来会越来越依赖这些 AI 工具，对吧？对，趋势是这样。那他们提供的资讯、建议，甚至是做的决策，我们到底能相信多少？同侪审查，它提供了一层相对可靠的验证机制。多一层保障。第二点，它帮助我们辨别真伪。AI 这个领域充斥着各种让人兴奋的宣告，但也有很多炒作。同侪审查就像一个过滤器，过滤到一些夸大的成分，再帮我们筛掉一些过度的吹捧，看清楚真正的实力在哪里。这也很重要。那第3点呢？第3点就是了解这些工具的风险和局限。你看，像这次 R1 的审查，就揭露了关于安全性、资料污染这些潜在问题。了解这些，能让我们更清楚，这些工具不是万能的，它有它的限制。甚至可能有风险，你总不希望用到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但实际上可能有严重偏见或是有安全漏洞的工具吧？那当然不希望。所以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未来使用 AI 时的体验还有安全。一点都没错。好的，那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重点。DeepSeek R1 这个模型通过了 Nature 的同侪审查，成为第一个达成这项成就的主要大型语言模型。是的，这不只是 R1 本身的里程碑，更像是整个 AI 领域朝向更高透明度迈出了一个重要的讯号。可以这么说。我们看到这种独立的学术同侪审查，它扮演了一个关键的守门人角色。守门人。对，它不只能验证开发者的宣称，甚至能戳破可能的国王新衣。而且审查过程本身更能促使研究团队去改进模型的设计。特别是在哪些方面？特别是在安全性和评估方法这些很关键的领域。而这些改进对于建立使用者和整个社会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考量到 AI 未来可能对社会带来这么巨大的影响，从工作到生活几乎无所包包，那这种严谨的验证和透明度听起来就不只是个加分项了。没错，
更像是一个必须项。是啊，的确如此。我们当然希望看到有更多的 AI 公司，不管是开发开放模型的，还是专有模型的，都能更积极的去拥抱这种独立审查。这不仅仅是对科学研究负责，更是对整个社会负责的表现。毕竟，当你开发的技术可能会影响到亿万人的时候，接受严格的检视是理所当然的，对吧？说得很有道理。好，那最后也留给你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同侪审查的重要性，但也稍微提到了它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它也有它的局限性。对，没有完美的制度。那么在你来看，除了学术界的这种审查之外，我们还需要建立哪些其他的机制，或者需要哪些标准，或者说需要发挥哪些社会群的力量，才能够共同确保AI 这个这么强大的工具，能够以更负责任、更透明，也更符合我们人类长远利益的方式继续发展下去呢？这个问题很大，但也非常关键，确实值得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思考。